宁过鬼门关，不下神潭湾。采药去救人，切勿过阴门。这里是湖北大山里的一处神秘天坑，当地人称神潭湾。100年以前，采药老人曾透露，坑底有世间罕见的奇花异草，且有阴阳二门。进入峡谷都会听见冰嘶马吼，万万不可进入其中。那么阴门的背后是否藏着人间炼狱？跟随我的镜头，一窥端倪。靠近神潭湾的田地因此荒芜。现在呢，咱们就来到了这个长乐坪神潭湾的口面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开路先锋户外行军椅已经将线开下去了。从这里望下去，虽然是密林哈，但是穿过这片密林下去就是垂直的深渊。那么下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？请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下去一探究竟。在我们这里非常的珍贵。基本上要1000克一斤，原来是500克一斤哈。我们这里都是1000克一斤的，在这里继续下降。在这里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菖蒲、石菖蒲，这个也是比较名贵的中草药。继续下降。在这里发现了这个非常少见的天青地红3变莲，这样大家能看到吧？刚刚冒出了头，长得不是很大。这个它的根茎哈。在把它折断之后，它会形成3种颜色的变化，所以叫它3变莲。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即将迎来垂直升降。这时候可以看到，行军椅依然在下面开线，下面还是无底的深渊，差不多有接近200米的高度。即将抵达神潭湾的最深处，大家点个赞呗。正对面有一扇石门，这个石门是大门套小门，这个应该就是当地老人说的阳门。对应的这边呢，就是阴门。阴门这边是1年4季都晒不到阳光的哈，非常的可怕。那里就是户外行军椅哈，大家能看到吗？从这里过去还有接近200米的这样的深度。在这个位置还发现了有这个五灵脂，这个是红白无鼠的粪便哈，还非常的新鲜。这个绝壁之上，这个天坑底部。怎么还会有五灵脂的存在呢？它不是只会滑翔了吗？这时候呢，咱们就从这个深渊口面啊，垂直降到了这个深渊底部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下面没有。等你来开线呢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面积呢，差不多是300来个平方。这里有很大的这个阴沉木啊，就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树墩子，不知道是不是阴沉木。我们这时候呢。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更深的洞道。这个下面呢，它的水流是自然向北这样流过去的，前面或许还有更深的洞道。我们继续前进，沿途都是这种比较大的树墩子。听说猫来要下雨，不能摸哈。不能摸啊？对，摸了要下雨，到时候出去到时候下大雨，我们出不去了，我操。这里需要游泳哈。自己注意安全。我们准备从这个水潭直接踩过去。这个水真的是很酸爽哦，它是这种踩在里面，骨头都会感觉变脆了的感觉。冰棒。现在通过了这个水潭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。就进入了它的阴门，这边特别的冰冷啊，完全看不到上面的那个洞顶，冷吧？好冷啊！我们继续深入，哇，真的是太酸爽了，冰冷刺骨的河水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。因为现在是难得的窗口期，这个下面没有发洪水，所以进来一次非常不容易啊。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呢，我们也会去克服它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深渊呐！这上面是一个，太吓人了，这个峡谷。这个应该是神潭湾里面的鬼门。如果当时能发出这个冰嘶马吼的声音，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发出来的。哇，继续前进吧！哇，踏上了新的旅途，我们必须跑起来，才能保证自己不失温哈。
行走在这个暗河峡谷里面，有一种穿越那个无人区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周边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回音。哇，好大洞腔！这种感觉就是在那个晚上啊，走那个河道一样。晚上大家在河里面摸过鱼没有？就是这种感觉，只不过这里没有水。看，就是洞口一点点水，把我们身上全部搞湿了。但是里面呢，却是非常的干燥，根本看不到一点水流的迹象。咦，这个地上，这里面有野兽啊！一哥，这里有野兽！哇，发现了什么？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有巨型动物在这里踩的脚印。哇，对，这是一个脚印。这里面说不定有怪兽。难道真的有怪兽吗？看那两个石头像不像人为的？咱们在这个河道里面发现了一根青冈树，这个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就会形成阴沉木了。哇，全身都在冒热气。消水的这个方向前进好。收到。这个石头里面，石灰岩里面好多这种汉白玉啊。这有很多这个崩落的碎石块，有可能当时那些老人听到了冰丝马吼的声音，就是这些石头发生岩爆崩裂撞击水流啊，或者是水流过回水湾撞击岩壁时候产生的巨响。哇，这里像一条龙脊一样。哇，看我们现在就像走在龙背上一样。穿山龙，看这个干涸了多年的沉积土，上面像那个乌龟的背上一样，龟背纹。前面应该发生过堵塞，如果没有堵塞的话，它这个泥土是无法沉积的。咱们从这边过来，洞道变得只有2-3米高了。这时候这个沉积土和这个我们脚下踩的河沙坝是合为一体了。哇，好像水流在这里沉积了很长时间，这预示着洞道要结束了。看一下前面究竟是什么情况，看一下神潭湾的阴门究竟通向何方啊？怎么样的？你碰到了。没有了，洞道。把河沙刨一下，可以过去。可能这些石头剪开的话，但是剪开这些石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要3年。所以我们决定原路返回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神潭湾阴门洞就全部探明了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听到老人说的那个冰丝马吼的声音，有可能就是这个岩壁啊崩落石块产生的声音。有车就是好啊，到哪儿都方便。快过年了，开车回家有面子，赶紧上瓜子选车吧！啊！收件！哦吼！这是一处藏着无数阴沉木的天坑，当地百姓称其为千丈坑。古往今来，无数人想要一探究竟，却因地势险要无果而终。那么，千丈坑的底部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用无人机航拍的时候啊，发现下面竟然有一条公路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据说在100多年前呢，这里土匪盛行，在剿匪的时候啊，曾经丢下去不少人和财物，所以这是一个阴气极重的地方，每到天黑啊，都没有人敢从这个边上路过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决定从这根树上啊开线布绳，下入千丈坑的底部，看看下面究竟是何景象。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出发吧，准备装备，开干呐！已经连续下降了30多米，霍尔向阳紧随其后。这个陡坡上面有很多珍奇的药材，应该是这里太过险要，没有采药人敢过来的原因吧。
这里还有天南星呢，这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，它是有毒的哈，大家在野外看到了千万不要食用。没想到这里还发现了一株野生的橘树，大家知道吗？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，就是说的这个哈，这个是野生的橘树。我们闻一下，有很大个味道。我们航拍里面看到像公路的那里，实际上是沙石堆满的地下河道，这个后边看起来非常的震撼。我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线路上面的松散石头给排下去啊，排险。下去了这个感觉，哇！哇！天哪！足足的5秒，对，5秒钟。现在咱们的开线先锋换成了户外向阳，我在背绳子啊，这个天坑这面的岩壁下去还有差不多在一个170米高的垂直悬空，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风景。剩下输送绳索啊，看那个河道没有？真像一条水泥路啊。这边这个洞口像一道大石门，然后再看这个它的石门的正对面也有一个大石门，那边就是一个黑洞。坑底的整体形态像一只大眼睛。这里还发现了这个羊雀花，这个还是小时候看到的多啊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，就生长在这个绝壁之上。你听那个洞里面的声音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这不是直跳洞啊？不知道噻。来到了中间保护站，这时候还在往下开线，到底还有一个80来米的高度，看一下坑口吧。周边植被非常茂盛，就像原始森林一样。别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咱们3个人都汇合了，这时候又换我来开线，因为这个开了4、5个小时，一个人太累了。可以看到这还有一个20-30米就到底了，可以把开线工具收一收。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点。啊！手机！啊！手机掉了，快捡起来，别摔烂了，又得换手机了。哦吼！我们看一下这个坑口，坐井观天的感觉。还有在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条公路，果然就是一条河沙坝。快看，阴沉木，阴沉木。哇嘞！向阳，你快来，这里有阴沉木。哎，搬不搬得起呀？牵得很重。这是一根什么？哇，红春，快下来！红春，这是，哎呀，看这个颜色，好鲜艳呐！看，这是一根红春形成的阴沉木。这个里面这一节应该挺好的。对，应该变成石头一样的感觉了。那我们继续前进。据说当年丢下来了很多人和那个木箱，我们四周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上面降下来的哈。这样，这里有生长了非常健康的大黄。阿志又在叫什么？这里又是一根阴沉木，天坑里面就是阴沉木，非常的多。这个，哎呀，搬不动。带个锯子锯一节就好了。看这个洞啊，好震撼的！看这个阴沉木，你看这个，好大呀！金丝兰吧？这个应该，这2头都戳在土里面，还有这么大？对呀，对啊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黑洞沉积之前，这个树就倒在这里的。对，你看它上面的覆盖层有这么深，对，这起码是上1000年了。哦，厉害了！沉积了这淤泥，把这个
走，我们往这里面去。起雾了，起雾了，看到没？走，出发。里面好平呐、前几天还刚刚涨过水，看一下，太震撼了吧！我的妈耶！哦吼吼吼吼！看过许许多多的天坑，像这种风景还是很少见的。一起了，仿佛被世界遗弃的一个角落。我看到里面好像有东西，在那个屋的后面，随处可见的阴沉木，这么大一坨。看那个洞顶，有一张人脸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人脸距离我们起码是50多米的高度。地上有这种波浪纹啊，说明水消得很快。这个就是阴沉木，就是阴沉木，就是阴沉木啊，这已经完全碳化了，感觉。哦，你再蹲一下。跑不动，非常硬。硬，太硬了。你看这个石头是上面砸下来的，陨石坑的感觉。这应该是看这个丁的耳光照进来，这边也发现了阴沉木。这里洞道上下分层，左边是干洞道，右边是它的水道。我进去看看的。深山老林中的无名竖井，内部竟然隐藏古代火铳。清朝时候的老屋院。我们利用绳索下降400多米，空间越来越大，好似无底洞。好，10分钟。完全石化的脊椎骨，不知是何生物。喂，小北，什么情况？发现了土痛。先锋传来消息，在下面发现了奇怪的东西。可以看到这个洞道呢是呈75度这样斜下的啊。我们再看一间洞口啊，这是属于典型的页岩层水流溶蚀洞道。然后我们这时候继续下降，岩层不是很稳呐，我们下降的时候慢一点。下面能够看到点点星光在屏幕的正中心。说实话，今天他们说的这个东西呢，我们以前也见过，在虎眼天坑见过一次。真的是一个大斜坡。一直往下，咱们来时的路，看一下我们即将要探索的洞道。这里依然只能看到他们的点点星光。100米的绳子马上结束，看这个岩层多不稳定啊！100米的绳子在这里用完了。放8毫米的，继续下降。你们发现了什么？好东西。他们发现了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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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威尔班。有没有虫子呢？直接鸦片呐，崩一泡。还要打他。一个我们这边的，我没开会。哼。好。他个燃炼岩路下来好多骨头哦。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！现在马上要追到，想想看。看这是啥？我去，看到没有？他面前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。从上面下来了，在这里呢发现了有这个东西，这个要打马赛克的东西，这个叫火铳，火铳哈，还比较冲，你看这个看起来是清朝时候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这个后面依然是有一个很深的洞道。我丢在这啊，丢，我丢噻。我去，这个假眼天坑还深得很呢。还在想。我冲啊！清朝时候的老屋院。
我们汇合了，在一个后龙口内的下车一个蛮深的一个竖井，我们准备继续下来这儿。开完了线，继续向下开线。这下面有一个平台，什么？还有枪吧？还有啊？我的，咋的那么多啊？它这个地方很粗，这个东西啊，难以置信，是什么样的山体才能长出这种东西？这样过来呢，下面就像那个食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裂缝啊。向阳在那个下面依然是发现了有火冲的痕迹。我们继续下降，在垃圾中间有一根铁杆啊，我估计是一根膛线管啊。然后这边是个大黑洞。什么？说停就停了？对啊，你看，没有了吧？是的。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。这个洞是有点奇怪啊，黑洞里面有很大的流水声。对呀。现在继续下降吧。还是一片漆黑啊，只听到那个水流声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声音。这一段是第400米绳子，我们要继续下降，看一下它究竟通向哪里。这里叫悬空，一绳悬空几10米。我没得办法读啊，我悬空的。这下面好多生活垃圾啊！一绳悬空30多米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样一个小平台，然后前面这个大洞啊，看起来就像一道地狱之门。这里洞墙非常高，差不多有50-60米啊。前面一片漆黑，我们这个强光手电根本打不亮那个大门的后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沿着这个乱石坡继续向前面前进，看一下下面究竟通向哪里。在此呼吁大家一定要爱护环境啊，不要把这个生活垃圾丢到这个竖井当中啊，这会污染地下水源。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前面呢有很大的水流声。现在接近400米的绳子啊，到这里已经完全用完了。下面还是一个陡坡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用身上最后的保命绳索继续向下，看一下那个大洞厅里面究竟藏着什么。通天竖井，向阳到那个口上去了，来，投10问路。最多还有50米，太可惜了。这是我们保命的一点大力马绳，最后的25米都全部用上了，只能到这里，感觉好可惜啊！下来，这里可以来。这个下面有散落的骨头啊，是脊椎骨，已经石化了。现在我们最后一点保命的绳索，这个大力马绳也用完了，这时候呢已无法前进半步了，所以这个后面究竟是怎样的环境呢？只能下次我们再带更多的绳索来探索它。这里找到了一块滨州石，好石，滨州石，那我研究一下，用电筒照一下。
玉石汉白玉吧，这个是，滨州石，这是纯种的滨州石，这个像冰糖一样，对呀、种还不错。糯米种，还是没有成功干到它的底部最深处啊。下一次我们约更多的队员，然后带更多的绳索再来探索它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这是探索阴山洞地狱之门发生的真实一幕。发现了什么？阴人抬棺，百鬼夜行被我们亲眼所见，拳头大的牙齿，未知生物的骨头，最后离开的队友至今走不出可怕的梦魇。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，还原阴山洞里不可思议的种种迹象。什么东西？天哪，这好像是好几个人的，你看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阴山洞悬崖的上方。据说在30多年前，当地一位这个采药的老人呐，在这个前面进入了这个阴山洞，当时回去就被吓傻了，后来又是请什么神婆啊弄了一下才好。哇！在这个洞口呢，伫立着一尊高约10几米的百鬼柱，看这个鬼柱占了这个洞口的一大部分。这个洞体的结构呢，是属于典型的石灰岩水溶洞穴，从这个上面千疮百孔的痕迹就能看出，这个是由水溶形成的这种气孔。根据当地村民介绍，这个洞道进去2公里之后啊，我们就会见到一个深度未知的地狱之门，它是一个向下的竖井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下入那个竖井，看一下那个地狱之门究竟是通向何方。那个百鬼夜行图呢，我之前是在那个资料上面有看到，确实是非常的诡异。看这个地上的霉菌，可以反映出很多年来没有人进来过了。看火门下来的这里踩脚的地方，有被以前用站子开凿过的痕迹，说明这里面进行过人为生产活动。这是绿宝石吗？好绿啊！看这个小石儿，这中间还有一个灶台。非常小的一个灶哈，这边呢是它的一个门，从这个门过去，能够看到这个地上的土啊，应该是被烧过很多年了。下面还有枯藤。这里洞腔很大，高约10几米，是一个椭圆形的洞道。那边独廊的后面就像站着很多人一样，就像宝塔一样矗立在这里，远远看过来还以为是人呢，因为这里立的有很多。这里分成了左右2个洞道，我们决定老规矩啊，先走右边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水池，我听到队友说话的声音了。有一个石拱门，我们现在要从这个门里穿过去。嚯！穿过这个石门，豁然开朗。我去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百鬼夜行吗？这种景象还是第一次看见哈，这真的仿佛百鬼夜行一样。看这个岩壁上面，天哪！它全部是像浮雕一样，这个洞壁非常平整，上面垂出来的这样的钟乳石，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人挂在上面。看一下左边洞穴又是怎样的景象。从这里走过去，这边发现了很多人呢，都是谁？大家认识吗？这里过来一直都是这样向下的。这好像是好几个人的，你看，不是一个人的。那里面还有前面整个门儿，我去，前面还有一道门，这不知道是哪有活动。这边也发现了有。我的天哪！哪里有天灵盖？过来，这里。在脚那里。过去。我去，在这个小洞里面。出去，小心。那个角落里面。里面会快。
里面还有拿这个小纸。这个化石，化石，看是不是化石？咱们看这个牙齿已经完全石化了，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东方剑齿象的槽牙，这应该是以前的翱鸮的前辈啊，挖小土的时候挖出来的。五峰那边也遇见过同款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龙骨，放在这里。这边没路了。这边就是一个，哎，往上还可以走啊，上去看一下。这里就是地狱之门吗？对。1、2、3。我队友他们都在依次的往下面前进，据说下面非常的深邃，目前已经下了270多米了，还没有到底。这里有一段大概50米的悬空，悬空下面我在这个上面能够看到很多的骨头。现在能看出来是什么的骨头吗？因为距离还有大概50米，看的不是特别清楚。好的好的，注意安全哈。可以确定的就是它是骨头。收到收到，注意安全。我们正在下降。难道这个下面真是地狱之门吗？可以看到火妹儿后面是一片漆黑啊，这时候已经下去了5个队友，连他们的光都看不到，但是能听到一点点的声音。这个脚上全是稀泥，这个要是失足坠落的话，它是完全刹不住的哈，所以下这种洞的话，必须要不完全绳索，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。200米的绳子已经用完了，我们再换第300米的绳子。哇塞！现在老鬼下去也看到了2堆骨头。究竟是什么呢？骨头？好像是某种动物的。洞腔非常大，下面可能有1-2亩地这么大的空间。看一下上面，哇，100-200米高的一个洞腔。哇塞，这下面非常大的一个东西，我靠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应该是某种古生物的化石，已经完全石化了。看这边哈，完全已经钙化了。这个会不会是传说中的龙呢？如果是龙的话，应该是非常的长，这样看起来的话，有点像老虎。这边也有，很大几根。它左右2个洞道啊，这边是上游，那么这里疑似龙骨的这堆骨头，有可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先朝它的上游走，也就是右边这个洞道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家伙震撼吧？由于没有头骨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，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。我们现在向着地下河的上游前进。哇，好滑！是不是盛开了10年？我这个角度看不到。这里盛开了有10年。下面快看这我去，这比你还高啊！它好像有2个刀。洁白如玉，非常的通透。这里几乎从来没有人来过，我们应该是进来的第一批活人。让我拉你一下。嘿。
看这个像什么？这个像一个大大的蘑菇。这个什么情况？哇，就像一个包子。你是饿了吧？饿了，确实饿了。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地下古堡吗？像那个啥，那个5元人民币还是1元人民币上面的那个塔，好像啊。那个洁白的像一个土地公公。对，像一个佛像。哦，在这里。谁掉的包子？什么？哇，这也太奇特了吧！这有火门2个高。这个形象。好漂亮啊！对。姊妹柱，我们要从这个旁边翻越上去吧。这个洞道是往上走的。对。从右手边吧。没有。哦，脚上有泥巴，有点滑哟。小心啊，安全的着陆。咱们从这边过来，这里可能有上千个平方。这边出现了坍塌，可能这个洞道还在发育。我听到队友他们的声音了，他们应该在这个乱石区的后面。好大的石头啊！到了尽头吗？哇，在这里补充一点体能，然后我们继续探索。这边已经出头了吧？没有啊，真的。我去，真不见底。嘿，看那个方向。哇，那是什么？我去！地下宫殿！哇塞，好庞大！哇，这里如果形成堵塞的话，是一个巨大的堰塞湖。哇！这个地上全是这种非常薄的壳子，搞得不好就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。踩到它就爬下去了。非常的脆弱，这个壳子，这个洞厅有多庞大？哇，2、3亩地，几千个平方。我们现在要继续向上攀登，这里可能就是一个远古的龙潭。像白菜叶子一样，好漂亮！哇，这上面好多猪大肠。猪大肠，哎，我去，这是什么奇观？哇，看这个钟乳石，这真的有点像那个猪大肠，就像脑花一样。看我面前这尊钟乳石，这可能要几千上万年的沉积，才会形成如此壮观的洞穴奇景。我们现在继续沿着洞道往深处前进。啊，传说中的龙鳞纹，往深处前进。这边空间依然很大，但所有的水呢都是流向了我们刚刚看过的那个堰塞湖那里。我说等。我一个姑娘陪着我。那真还走得过去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回到了这个升降点，这时候就准备依次返航了。这一堆骨头呢，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，我们只能下次再找机会来一探究竟了。那收拾好所有的生活垃圾，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了。来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股骨头在那边，应该头骨是冲过去的。
100米天坑下的抛尸现场，你见过吗？数十年前，老人亲眼见到天坑怪事发生。看台看到这一团子大雷呀，就换一个龙腿的。黝黑的洞口下面究竟藏着多少秘密？我们利用单绳技术极限下降数百米，下到坑底之后，眼前一幕让我们头皮发麻。开线先锋，户外小蚱蜢将线开下去了，目前还是没有到底，100米的绳子已经用完了。现在呢，向阳又送了100米的绳子下去，不知道这个坑的具体深度是多少。开始准备，用安全装备进行下降。中段打个灯上来是这种效果哈，这是一个腰子口，我们继续下降，即将进入这个不知名的飞龙洞，继续进行安全下降。哇塞，看这个空间特别的巨大，那边还有一个紫鞘洞的巢，里面有4个蛋。这个紫鞘洞是山有动物啊，咱们所以开线呢都是开到这个旁边的，千万不要去打扰它。就是一个无底黑洞嘛，这完全。我们在这里要进行200多米的垂直悬空，继续下降。现在阿志也紧随其后。进行安全换点，换点之后继续下降。你下去差不多还有50多米的距离，我们继续下降。成功到底，安全落地，正式探索下面的洞腔。老人说的龙究竟存不存在了？接下来我们慢慢走，慢慢看。哇，这下面空间好大呀，可能有2、3亩地吧。这里有很多这个石莲花，它是一个从来没有人类踏足的这样一个地理深渊，它的底部就是这样。在这边呢，还有很多当时这个洞穴发育的时候掉落下来的石头。哇塞，大家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哇塞，首尾分离了。这个下面泥潭里面应该全部都是那些小骨头、碎骨头，骨头在那边，应该头骨是从那边冲过去的。小心一点了，脚里面踩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那边亮光的地方就是户外阿志，它到底的话还有100来米。我们看一下这上面，哇，这是龙椅吗？感觉很漂亮哈。这边更漂亮了，正在发育生长的钟乳石，简直是洁白如玉啊！你看一下，非常的透哈，实在。户外向阳在那边探索，我们接下来就从这里走下去，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没有洞道。有一个洞道向下去了，试图将这个穹顶打亮，没办法，我们4把电筒，43、142、45、24，4万流明，打不亮这个洞墙，太大了。我们现在从这里往下走，看一下下面究竟通向哪里。哇，布灵布灵的，好闪呐！真是亮瞎了我的眼。这里还有洞道没有？哇！这里没有其他洞道了吗？那龙窝在哪里呢？这个下面是没有洞道了哈。
这里面的景象啊，特别是像那个水底通宫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传说中的神龙。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探险，一直在寻找龙的踪迹。不灵不灵的，好闪啊！流光溢彩，就是说的这个哈。看一下，这下面有很多冲落下来的乱石，然后这前面好像还有个洞口。哦，这边是很大的一个沉积土堆积区，看，这里有一道石门，进入这道石门的里面。我的天哪！这下面有一些骨头，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。看一下这上面，像老枪一样。看这，不知道是不是龙的骨骸。这里也有啊，这地上有很多，这里也有，这边一片都是。这前面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乱石墙里面发现了有很多骨头，这里好多骨头。我们这时候从这个石门出去，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洞道。哇，这里好多壁流石，它是正在发育的呢，是呈黄白色，被这个泥土涌起来的就是灰黑色的。看这个金钟，从这个地方看就不是很像了，这边看就像一头大象啊，像是站在一头大象的背上，也有点像骆驼。这个金钟顶是不是很震撼？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没有看到别的洞道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只能说带着遗憾呢，原路返回。在这个下面并没有找到龙的踪迹。这个上面垂下来的石旗，真的就像龙的那个龙旗一样。坑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关键这个坑已经很深了，里面并没有发现龙的踪迹。你那下面还有洞道吗？没有。跳下去。这地上也能看到一些骨头。哇，想去那个下面的，那里能够看到它的光。我们回到了这个神将点，小蚱蜢呢已经去到了80几米的位置，我们这时候准备上升，离开这个飞龙洞。大家不要被这个传言所迷惑，这里并没有发现龙，这完全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，用来吓人的。因为这个坑呢，在没有安全绳索的情况下，下来之后，那真的是九死一生。在下面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吧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天坑底部竟然藏着奇花异草，
濒临灭绝的湖北四宝也被我们成功找到。这里是湘鄂交界处的龙眼天坑，200米的垂直深度让古今药农望而却步。我们受邀探底，一路神将，穿越密林，竟发现神秘石院和骨头，像灵长类的动物骨头。小叶真兰，成片的金丝楠木，从未见过的珍奇草药让我们目瞪口呆。当我们环绕坑底时，有了更震撼的发现。那边真的是个人吗？看看那根金丝楠上面。在我面前呢，就是龙眼天坑。刚刚用无人机也看到了，这个天坑呢，它的口面非常巨大，坑底面积呢有10几亩，植被也是非常茂盛。据说在搞集体的时候啊，这个下面还有大蟒上来拖小孩子下去。开线不成，准备对其一探究竟。有没有人？可以搞。这里可以看到坑底呢是有一些大树啊，还有一些低矮灌木形成的这个坑底植被。据资料显示，有7000多个平方，这样从未被探明的一些植被，下面究竟会藏着什么动物？这个我们要下去了才知道。就看一下这个。金丝楠，我去！阿志说下面发现了很多金丝楠，我们快到底，一探究竟。不到200米的神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天坑底部。这个下面没有太多阳光的照射，所以那些植被都不太高。应该那个前面那一排排比较高大的树木，都是阿志口中的金丝楠。刚刚。这里还有大叶百合。哎，看我看到什么？小叶真兰，真的有金丝楠了。这里还有那个红白鼯鼠用爪子在这里抓出来的痕迹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是什么菌儿？你们认识吗？没有香味啊，长在这个楠树上面的，我们姑且就称它为楠树菌。现在我们继续顺时针环绕这个天坑底部。这个看到了千万不要吃啊！这是那个天南星的果实，是有毒的哈，全株有毒。然后我摸过这个果实之后啊，这个手就再不能送到嘴里面去了。继续前进，这个下面生长有大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非常潮湿。咱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什么？这个八角莲，又叫江边一碗水，有江边一碗水啊，头顶一颗珠，七叶一枝花，文王一支笔，被誉为湖北四宝啊，4大名贵药材。咱们在这里呢，就发现了一株江边一碗水。我们继续前进。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发现。头顶一颗珠呢，我们在林子里面还没发现过，但是文王一支笔，也就是那个说的回春草，还有那个切一枝花，我们都经常看见哈。发现了一个塌陷，圆啾啾的塌陷，看到了吗？然后我往头顶上一望了，那个100多米高，也就是这时候屏幕正中心，那个上面石头缺了一个洞，因为就是这么神奇。应该是那里的石头断裂下来，砸出了这个形似陨石坑的坑洞。哎，这是击中吗？感觉有点不太像哈。这应该不是击中，不能吃。到了这边呢，这个上面的断裂层清晰可见，而且在这个岩壁的一方呢，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溶洞。啊，这里快看！那里有人为痕迹，我去！哇，这里个大，那里还有台阶。哇，那里有个房子，有个石房子地基。对，
这还有烧过火的痕迹，你们看。对，碳化了。这里绝对睡过人。对，2座坟啊，这是2座呀。2座坟，天坑古墓的传说是真的。快来这里2座坟，还出现了一个未使用完毕的小坑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是2.5米啊。这小土已经填了一半了，很大。这就是非常完整的小坑样子。这个前面的溶洞呢，并不深哈，差不多就只有一个30来米。我们继续往坑里探索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帽子。喂，我以为是布的。我靠！是一个土坑。这有点意思啊！这要飘在空中，还以为是飞碟。快看，那树上是什么？那是个红衣服的人吗？挂个人呢。有点像啊。这里还长有这个菟丝子。辣子树吗？300磅。哟，你们看见过这个吗？看这个金丝兰长得多粗壮啊！这边遍地都是何首乌的叶子。这我没看懂啊，像是个院子，一个石院子。我去，这是干嘛的？这好像是南什么的吗？这是个猪圈吗？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边发现了有骨头，看着像灵长类的动物骨头。所有的金丝楠木啊，全都朝着南方这样生长了。一哥，快看！哇，这里发现了龙形小黄金。这几10年的，看呀，这是好药材啊！盐白菜，在这个盐白菜的中间，咱们发现了一株仙茅。我去，隐藏得很深哈。这个仙茅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它跟五味子、营养货，还有那个回春草、红王一支笔，都有同样的效果。不许啊！黄金万两啊！这里又发现了一株黄金万两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难得了吧！这是什么？这个不是个蜂窝呀！哇，这个是啥？这是木包子吧？这个有点特色、啊。一个菌类，哇，有点特色。是不是珊瑚？这不是珊瑚，不是。它没有黄色的那种痕迹哈。嗯，这个我感觉它长在楠树上面，应该比珊瑚更值钱了。这个楠树，这个是啥？要不要带上去？这像鲍鱼一样啊。嗯，这是树鲍吧？这是金丝楠木鲍。我的天哪，这个东西第一次见，它上面还有这样的圆形纹。在这里发现了泥炉，这个泥炉是干啥的？泥炉就是泥炉，它有剧毒哈。这个《本草名言18反》啊，诸生新手判泥炉，就是说的、这个、那给大家看仔细一点。对，有毒，搞中毒了。所有的人参呐、和细心啊哈，什么人参、党参、太子参，都会跟这个相反。果然有金线莲。给大家看仔细一点啊，叶子上面它是不一样的哟。这个龙眼天坑呢，到这里就全部探索完毕了。这时候我们准备撤离了，安全上升。这啥？九阴真经！我看我们发现了什么？
这是鸟击和尚修仙飞升的悬崖密室，地处鹿苑市后山绝壁之上。那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。相传密室当中存在失传已久的武功秘籍，300年来欲想进得此处的人不在少数，却因地势险要无果而终。据说10年前招仙洞上去了一位无名道人，飞檐走壁进入密室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密室究竟通往何处？崖洞是否存在上古典籍？我们受邀利用安全装备进入其中，竟发现9阴真经和满地的法器。掌心对着命门，看到没有？你那是第一步，就是在明朝的时候，这个鸟击和尚就是在这个半崖之上的招仙洞里面得道成仙。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，也就是当年这个鸟击和尚上山的唯一通道。可以看到，它是在这个山体上面啊，用战纸打出来的这种石台阶。这个山呐，好陡啊，山势特别的陡峭。那个副角度那里，我们发现了有一堵城墙，待会儿我们从哪里锁降下来看一下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个城墙周围都没有任何台阶和栈道，不知道这鸟击和尚是不是真的会飞檐走壁？你看，就到我们头顶，干不上去啊！哇塞！这个岩壁上面发现了有2部非常窄的台阶，这个台阶应该就是明代的时候凿出来的。可以看到这个台阶只凿了2步，这上面就没有了。但是在这个30米的高空之上啊，我们发现了有那个石墙的痕迹，台阶没有凿上去，那上面的石墙是如何建造的呢？令人匪夷所思啊！据说当时他是用法术隔空移物，你不懂吗？这也是一个半途而废的悬崖栈道，我们继续上行。哎呀，这个路高，我看梯子也是从这里过去的，有打过的痕迹啊！要开始飞檐走壁了，小心点啊！我们把安全绳拿出来布着，主打的是一个安全操作。大家看这个岩壁，好陡啊！我去，不过我们布了这个安全绳索的哈。咱们从这里安全的上来了。它的沿路实际上都有这种扶手，只是说不牢实啊。这里发现了佛龛，有佛龛？对，我去，圆形的方孔，快看，好几个。看那个佛教的那个感觉，你看，哇，很精美嘛。哎，给我打个光。为你量身定做的。这上面还有，这是8瓣莲花。哇，莲花宝顶，好精美啊，做的好精美，真的是好精美，太完美了。这个石室就是一个打坐的佛龛哈，那边是个什么？也是一个佛龛。你们说有字，哪里写的有字？这沈志忠心什么？沈志忠致死。沈志忠至此一游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继续上行。兄弟们，上面还有更大的佛窟。哦，妈妈没事，就是那边有。那边还有一个牛鼻子。兄弟们，这里发现了有佛龛，快看，5米见方的一个小佛龛。然后我的队友他们在前面发现了有一个佛龛群，也就是我们无人机里面看到的招仙洞的主洞口。哇塞！幸亏有安全装备啊，没有安全装备的话，来这里是非常可怕的。好，整个这个里面一共有8个。现在我们所有队员都上来了。我去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好多东西，你过来看。我去，还有经文，这啥？9阴真经、古术秘法与降头术。降头术，这里发现了9阴真经了，兄弟们，这快看这个！我去，哇，真是9阴真经。还有什么？还有9阴真经，人手一本。哇，9阴真经第2部，这写了1。我去，我看了第1部，我要打开看一下。大家看，我发现了9阴真经，真有武功秘籍的全集，我靠！天哪，快看，真有武功秘籍，我靠！全集看到没？还真有这东西。掌心对着命门，看到没有？掌心对着命门，你看，你那是第1步，对，看一下，你看，收什么？左手掌心对准气海。第二步，这有字吗？也没有字，第2步也没有字。看看后面，我操，后面有字，后面有。要这么开。心诀律意。时间后观，开以上2穴。
我靠！哦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九阴真经。哦，去。第五重看到没有？第五重，你看采气不在采气不在气啊，口闭双目开，玄机在目中，在于目，神气前顶聚。还有人在这修炼功法。我拿来我看。我去，这真的是厉害啊！找到5公里几了，有些年代了哈。这是正儿八经的古书吧？我们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发现。我们把它放回原位吧。这里呢，发现了有这个佛龛，然后第一个佛龛里面，向阳是在这里有所发现，就是有九阴真经呐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你说他是个和尚，是不是有袈裟？双牛，都是一些道家的。这是干嘛的？都是里面的东西。这八卦图啊，佛龛里面放八卦，它鸠占鹊巢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是道家文化。对啊，九阴真经又是那个什么峨眉派的。这边还有珠子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好像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现在的东西啊，你看这还有纸巾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说他，这是个佛窟啊，他道家思想双修的东西过来，没搞懂。佛家理念搞双修的。这边还有那个笔架，笔架。这边还有一件军大衣。袈裟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手机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剃须刀，那个白毛旁边。剃须刀啊，这是个佛尘，大哥。我这边只看到一点白毛。来，圆一下。我去，这搞得有点瘆人，有点。这应该是某位修行的人过来修行了。这是什么样的东西？鬼钱吗？这个应该不是真的，这是假的，仿品。这个地方好多抽虫，九香虫那个可以吃的，可以吃。可以吃。我看一下。这边发现了有这个念珠，哇，这里面还有念珠，还有佛尘。这应该是某位道家高人丢在这里的。这应该是小叶紫檀的那个念珠。上面有字。军大衣下面，哇塞，还有宝剑，哇，这里还有宝剑，这里还有宝剑，小宝剑呢？宝剑，来，大宝剑呢？小宝剑，小宝剑呢？小宝剑，哦，哇，这真是道家东西，在下面七星剑，七星剑吗？biu 500-600年，500-600年以前在这里飞升的那个叫什么？咬鸡和尚是吧？他是一个和尚。哦，对。但是现在来修行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。哇，这上面一个风包啊，这里也有这个八瓣莲花嘛。八瓣莲花。哎，你看这个上面是写的什么？你看这个八瓣莲花是。南王有。你看，上面有字。胡冠金，凤宫锦，还有金门。金门啊，金门对。光太亮了，好像。这个我看到了。对，看不懂这是。东山呐，东古风，归宫古风，对，阴刻啊。采用了阴刻，这有很多这个文字的这样一些资料。从这里进来之后呢，左右又是2个未成型的佛龛，然后在里面说话有很大回音。地上有一滩水，这水不是很干净，因为地上有很多夜明砂。这边佛龛已经成型了，而且这个容积是比较大的。这里有水哈，水就是从这个上面沁下来的。难以想象，在这个100米高空之上，这样一个佛龛里面还有水流的痕迹，真的很奇特啊！有可能呢是建造了这个佛龛，然后上面的这个水蒸气啊，在里面凝结，最后顺着这个石壁流下来，就形成了这样的小水流，他们称之为神水。这个上面也有莲花宝顶，是8瓣莲花。8瓣莲花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，我在这里不做过多的介绍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决定从这里开线下去，在这个悬崖半空，我们用无人机航拍的时候，发现了有一扇神秘的石墙。看一下这个上面还写着有字呢。